话更快呢，又到7月了，2025年呢，咻一声就过去了一半。那有了大家的支持啊，这半年里面呢，妮妮又吃到和喝到不少很不错的店铺。那按照我自己的惯例呢，每半年呢都会出一个总结来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些值得推荐的店，也方便大家平时去觅食啊。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来一个2025年半年度美味推荐。我会分成几个榜单呢进行公布，纯粹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键3连，我们马上接榜。好了，来到我们第一大榜，碳水爽吃榜，共有4家上榜推荐。首先呢是最近呢在正佳广场吃到的有点惊艳的日式博多拉面一心一面，它的防射石单间设计呢简直是爱人友好啊。那出品上面呢，它的猪骨汤底呢非常的香浓，还带有丝丝的鲜甜味。那一坨辣酱啊，我觉得是点睛之笔，让整个面的口感层次呢上了一个 level， 而且肉呢也软嫩好吃，是我近期吃到的很不错的日式拉面。唯一的问题呢，就是30-40块钱一碗呢，是有点贵哈。接着我们继续吃点特别的，西华路的东阁粉档啊，他家的糟粕醋粉呢，非常的有特色。虽然它叫醋啊，但是不会让人呢有不喜欢的那种酸臭味。汤底呢咸酸适中，带有丝丝的辣，而且呢因为有很多海鲜的缘故呢，所以它是鲜味十足的，层次相当的丰富。各种的海产配料呢非常的鲜甜，还有特色的爽脆鲨鱼肠啊，整体就是一个很清新很好吃。下一家呢是被我个人封为猪肠界天花板的丽园猪大肠啊，他家无论是肠头还是大肠呢，都焖得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他处理的也是非常的干净，肉香味十足。最棒的是呢，一点都不会过咸。我最喜欢的呢是点点猪肠粉作为粉底啊，它的卤汁呢是带有肉香的，用来捞粉呢是非常搭配的。只要你吃上一口就知道它的含金量了。榜单的最后呢，我给到之前有10多年没有吃到的老字号太平沙茶记。那10几年后重新去探他们店呢，我发现他家的出品还是保持着非常不错的。牛筋呢焖得软糯入味，胶原蛋白十足。大肠呢也是几乎入口即化，一口下去呢，油脂香味直接在口腔里面爆发。哇，他家的自制辣酱也是一大亮点呢，劲辣但是巨香。那去的话呢，直接点猪肠拼牛筋，绝对不会错的。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我爱肉肉榜，也是有4家推荐的。第一家呢是我吃过一次之后呢就反复去吃了很多次的华福五宝面。这家为什么放在肉肉而不是碳水榜呢？那是因为呢它的肉呢实在是太出彩了。它的超级牛腩和牛杂面呢都是28块钱一碗，那听着好像有点贵啊，但我觉得呢是物超所值的，因为肉给的实在是太多了。清炖牛腩呢肥瘦相宜，既有油脂的香气呢，也有牛瘦肉的那种鲜甜，口感十足呢而又不肥腻。牛杂呢则是每个部位都非常的大片，处理的也是相当干净，而且焖得也入味，比很多外面知名的牛杂店呢我觉得都要好吃。如果跟朋友一起去吃的话呢，建议2个都可以试一试，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那我们接着上点强度哈，来一个热量炸弹啊，炭炉夜猪脚。那这家呢是我在广州吃到的能够媲美惠来龙江出品的猪脚饭了。那猪脚呢都是用炭炉炖的，4点筋呢皮糯肉嫩，胶原蛋白爆棚，小嘴一抿它就脱骨了。而猪脚呢则是肥美香甜，关键呢它还是肉香味十足，而且呢咸甜刚好啊，送饭简直是一流。一碗下去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狼人的浪漫啊。那相信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呢，我是一个羊吃啊，是超喜欢吃羊肉的。所以接下来这家呢是小伙伴在评论区力推的马利克手抓羊排。那看到他的评论留言以后呢，我马上就去吃它。他的羊扒手抓饭呢，让我着实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点够2根羊扒。那半肥瘦的羊扒呢，品质相当的高了，炖的是超级的软烂，羊味十足，真的是香到爆炸。那吃起来呢，这真的很过瘾啊。不过呢，他家的烤羊肉串呢，个人觉得就一般般，调味有点太重了。饭的话也就还好了，我有吃过更出彩的，但是那个羊扒真的相当推了。好的，那在榜单的最后呢，是藏在北京路一条巷子里面的阿姨牛杂。据说呢，这里周末排队呢会排到巷口了，
吃过一口之后呢，我知道为什么了。虽然呢30元一份的一个小碗牛杂看起来有点贵，但其实它整碗都是肉，处理的干净就不用说了。更重点的是呢，它跟外面的牛杂店给的都是那什么牛肺、牛肠啊不一样，它这里给的很多都是牛肚啊、脆骨还有牛腩的这些部位，口感层次呢相当的丰富，肉味香甜，调味也恰到好处，咸甜适中，真的是排队也值得一吃。第3个榜单就到了蛋挞小王子最爱的惊喜蛋挞榜啊，共有3家推荐啊。第一家呢是在广州著名景区永庆坊附近的功夫蛋挞，开在这么一个地方，想都不用想，它的价格肯定不便宜啦，一个蛋挞就要12元左右。但抛开价格不说哈，他家的出品真的是相当的有意思。推荐冷吃的提拉米苏塔和热吃的辣椒塔。提拉米苏塔呢是外脆内冰，而且呢不会很甜，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甜品。而辣椒塔呢，本来以为会很奇怪的味道，结果呢却是咸中带有一点点不是很辣的广东辣，就很有意思了，创意十足，而且味道不错，那在其他地方可能是很难能够吃得到的。接着这家呢是很广式的维苑饭堂的鸳鸯蛋挞，这家下单蛋挞以后呢是要等的，因为它是即做的，蛋挞到手呢还是非常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吃起来肯定不会差。那塔皮呢是相当的酥化，传统的蛋挞呢蛋味非常的香浓，不会太甜，而咖啡塔呢则保留着一些液体的状态，那这种状态呢喜不喜欢纯粹看个人的，我觉得还不错啦。口味上咖啡味呢是很浓的，些许的苦涩呢反而会让人觉得整个蛋挞口感层次会更丰富更过瘾，出品真的相当的不错。最后来一家创新一点的 Nom Nom 啊，它是偏西式的蛋挞，都是冷吃的，酥皮呢是相当的薄脆，抹茶麻薯塔的抹茶味呢非常的浓，带有丝丝的苦，很过瘾。因为塔里面呢还加入了麻薯啊，软糯的口感呢吃起来就非常的棒。而开心果塔里面的果酱呢给的是超多的，哇，开心果味真的是超级的浓郁啊，而且它们都不会很甜，吃完以后呢就没有什么负罪感。唯一的缺点呢是实在太贵了，2个蛋挞就要了我33元。然后我们进入老广小吃榜啊，那这里既有广州的呢，也有顺德的，一共推荐4家。首先来一家早茶点心非常给力的银灯食府，那它的环境和服务都非常的不错，还不用加收服务费。上次去点的4款点心呢，无论是传统的蒸凤爪还是创新的鱿鱼虾饺啊，口味都是相当的不错，很有惊喜。缺点呢就是点心稍贵，而且呢周末去呢是一定要等位的。那不过呢，如果你要想试一下综合实力都在线的广州早茶呢，这家我是必推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老字号的炖汤店免记喝一个鸡爷，也就是原汁椰子炖鸡啊。那这家店呢，跟我之前吃到过的超级网红达人原味炖品呢，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接近。而推荐这家呢，更主要是因为它不用排队，体验也会更加好。出品就不用多说了，老椰子浓郁的味道搭配鸡的一个鲜甜，就一个字，好润。最后的2家呢，都是要去到顺德金榜街去吃的。一家呢是叫凤子捞鱼皮，当时呢我是被店员小姐姐出色的那个营销话术吸引进去的，而他家出品呢还真的是不错，超爽脆的罗非鱼皮呢，搭配上酸甜咸辣的多种配料，哇，一口下去，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那我个人呢觉得它比广州的那个陈天记还要好吃。再来呢就是这里阿麻私房名点的糖沙翁啊，一定记得要加7块钱一坨的那个冰冻咸芝士。糖沙翁呢外皮酥脆，内里柔软，搭配了咸芝士冰火口感，加上咸甜的口味，还真的蛮冲击味蕾的。虽然22块钱只有3个是贵了点，而且工作日还要排队，但我觉得还真的挺好吃，挺值得的。好了，最后我们就再来一个小吃茶饮榜，一共有3家推荐，吃不饱，但是非常适合来做下午茶。第一家呢是在北京路附近的 Tab 啊，他家的咖椰黄油多士，外皮烤得真的非常的脆，而且呢内里的黄油还是冰冰的，那咸黄油加上微甜的那个咖椰酱啊，真的是口感极棒啊，我真的是很喜欢。不过呢之后我也去吃过他们家的一个咸蛋黄味的这个多士啊，感觉反而是有点画蛇添足了，太过咸了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去吃的话吃原味就好了。
那话说呢，我最近呢真的是非常喜欢喝港式奶茶。最后2家呢是我很推荐的一个茶饮店。第一家呢是在光孝寺附近的九叔茶记啊，12元呢就能喝到茶浓奶香的港式奶茶，性价比非常的高。而且呢，他家呢做奶茶是用茶冰的，放久了也不会淡。我几乎呢是隔天就会买一杯用来提神。最后一家呢是在北京路附近的赏饮啊，那个手打400次鸳鸯，在别的地方呢真的是很难喝到的。浅烘微酸的咖啡呢被打成口感绵密的飞泡，很特别。而下面的港式奶茶呢则是茶味超级浓郁的。那借用小伙伴的评论就是一口下去眼皮就像被掀开了一样。不过它的提神效果呢是超猛的，我喝完都有点心跳加速，灌了很多水。所以呢对咖啡因过敏的小伙伴呢就要慎点。好了，以上就是这半年里面呢妮妮觉得最值得推荐大家去吃的18家美食。不过呢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了，这些呢都是从我自己个人口味出发，仅供大家作为参考。那我也很期待的在下半年呢吃到更多好吃的。那如果你也想跟着我找更多好吃的东西的话呢，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我会继续带着大家吃完广州。这期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